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很多家庭里总有那么一个人，明明是最善良、最顾全大局的，但他却活得最累。父亲欠下的烂账，是他在拼命还母亲受过的委屈，是他在默默安慰兄弟姐妹闯下大祸，最后也是他在帮忙收拾残局。家里只要有老人病了倒了，哪怕其他兄弟姐妹再闲，第一个被叫回床前伺候的绝对还是他。这个人永远在填坑，永远在让步。更怪的是什么？每当这个人稍微喘口气，准备过一过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家里必然会突然出个事，把他重新拉回那个泥潭里，需要他再次去牺牲。很多老朋友遇到这种事，心里憋屈啊，有的人甚至偷偷抹眼泪，说自己是不是前辈子欠了家里的，这辈子就是来做牛做马还债的，自己是不是这个家里的灾星？诸位，你若这么想，就白白受了这些苦。你不是命不好，你更不是家族的弃子。老天爷把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谁的身上，并不只是看谁欠的最多，老天爷是在看全家上下几十口人，到底谁能扛得住这座山？到底谁有那个心力和胆量，能把这座山给移开？你承受的最重，受的委屈最多，恰恰是因为你是你们这个家族7代以来老天爷选中的唯一一个能够斩断旧业轮回的转运人。佛法里讲因果，讲共业。什么叫共业？就是一个家族共同造下的因，要共同承担的果。你们以为家里今天爆发的那些烂账，那些互相伤害的恶毒话，是今天才有的吗？绝不是的。一个家族的病不是一天得的，按照佛法的道理，这叫业力相续。第一代人种下了恶因，第二代人为了面子把真相掩盖起来，第三代人稀里糊涂地跟着模仿，第四代人干脆把这种错误当成了家规，一直往下传。前面6代人每一代都有人种因，有人遮掩，有人和稀泥，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真正停下来面对。好，到了第7代，也就是到了你这里，这个业力啊，它就像树上的毒果子，彻底熟透了，它不能再拖了，必须要掉下来了。于是前6代人积压的所有矛盾集中在这一刻，全部在你的生活里大爆发。你一个人不仅要面对父母的偏心，还要面对兄弟的债务，可能还要加上夫妻的矛盾和家运的低落。别人一辈子只碰上一件倒霉事，你却要同时面对5、6件。为什么偏偏全落到了你身上？因为前面6代人都没醒，他们都在装睡。老天爷把家族的这笔总账翻开，看了一圈，发现只有到你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心眼干净，觉得家里这套老规矩不对劲的人，只有你比别人醒得更早，也只有你比别人更有机会去终止这个可怕的循环。你不仅是承受这段共业的人，你更是老天爷安排来扭转家运的转业者，这是极其尊贵的身份，这是一份天选的使命。但是听到这里，很多老朋友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里委屈啊。大家肯定会问，既然我做的是对的，既然我是为了这个家好，那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么深的痛苦？为什么我想要把家里那些烂账，那些偏心眼理清楚的时候，家里人不但不感激我，反而还抱团骂我无情，骂我不懂事，骂我破坏了家里的和气呢？诸位要晓得，这是必然的。你要斩断旧业，就必定会显得跟整个家族格格不入。你想想看，前面的6代人，他们是怎么把这个家撑下来的？他们靠的是掩盖，靠的是和稀泥，靠的是家丑不可外扬。佛法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词，叫做无明。什么叫无明？
就是不明白真相，或者干脆假装看不见真相，稀里糊涂地顺着人的贪念和怨气往下走。你们家前面几代人习惯了在无明里头过日子，就像一群人在一间黑屋子里睡了几十年，谁也不觉得黑。可是到了你这里，老天爷让你醒了，你心里生出了一种东西，佛法叫做觉知，你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凭什么每次家里有事都得牺牲同一个人？凭什么明明是错的规矩，还要一代代往下传？当你有了这份觉知，你就不愿意再顺从了。你就像是在那间睡满人的黑屋子里，突然拉开了一盏刺眼的灯，那些还在装睡的人被你的光刺痛了眼睛，他们当然要跳起来骂你，他们会觉得是你破坏了屋子里的安宁。其实你破坏的不是安宁，你破坏的是他们继续掩盖旧业的假象。所以天选之人的痛苦根本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这份痛苦是把你痛醒的终身。只有痛到了极点，你才不会继续照着上一代的方法去生活，你才会被迫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老天爷怕你接着睡，所以才用这些麻烦事来反复敲打你。我见过这么一个家庭，这家里有个做母亲的，咱们叫她小燕。小燕出生的这个大家族背着一个极重的包袱，几十年前因为分老宅子和一些祖传的物件，他们这个家族彻底决裂，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这两派亲戚别说走动了，简直是老死不相往来。平时就算在街上碰见了，都要互相吐口水，互相咒骂。小燕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绝对不能和对面那一派说话，要恨他们，那帮人都是没良心的仇人。几十年下来，这两派人互相使绊子，互相诅咒。诸位要知道，这在佛法里造下的是极重的口业和嗔恨心，这种怨毒之气在他们家上空盘旋了几十年，越积越厚，早晚要出大事。果不其然，业力成熟了，而且是集中爆发在小燕这一代。小燕那个刚满7岁的孩子突然查出一种极其罕见的重病，命悬一线。医生说要救命得用一种非常偏门的特效药，这药全市都没货。偏偏在这个时候，小燕打听到对面那一派里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唐伯，手里刚好存着几盒这种救命药。这一下小燕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她面临一个两难的绝境，一边是亲生骨肉的性命，一边是家族几十年的血海深仇。小燕跪在自己这派的亲戚面前，求大家凑钱，求长辈同意她去对面讨药。结果你猜怎么着？她自己这派的几个老长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小燕的鼻子骂：你今天要是敢跨进那个门，敢向他们低头，你就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们不丢这个脸，也绝不向仇人认输。你想想那个场面，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要面子了，这是被几十年的嗔恨心彻底蒙蔽了心智，连人命都不顾了。那天傍晚下着瓢泼大雨，小燕没有听亲戚的阻拦，她怀里紧紧抱着孩子冲进了大雨里，一步一步走到了那个唐伯的家门口。她的身后是自己亲戚追出来在雨里的辱骂声，骂她是不孝女，骂她背叛了祖宗。而她的面前是唐伯家那扇紧闭的大铁门，门里头隐隐传来冷嘲热讽，说报应终于来了，所有积压了几十年的仇恨怨气，在这一刻全部压在了小燕一个人的肩膀上。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是一边哭一边砸门，满心委屈，觉得老天不公。可是小燕在那个雨夜里看着怀里的孩子，她突然醒悟了，
他不仅是来求药的，他突然看懂了这个家族的病根，他意识到如果不把这个怨气连根拔起，就算今天把孩子救了，以后还会出别的事，这个家早晚要被恨意彻底反噬。小燕没有砸门，也没有对骂，她抱着孩子在满是泥水的大门口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她跪下不是为了自己祈求，也不是为了妥协，她对着大门里面大声喊道：伯伯，几十年的恩怨是长辈们心里的恨造下的业，今天这苦果落到了我身上，我认。我今天跪在这里，不是求您可怜我，我是替我们这几代人，给您也给咱们两家造下的所有嗔恨心磕头忏悔。从我这辈起，我不恨了，不管您给不给药，这几十年的仇到我小燕这里彻底断了。说完，他在泥水里重重地磕了3个头。诸位，这就是转业者的力量。门里那个原本心硬如铁的老唐伯听到这番话，透过窗户看着雨里这个为了化解恩怨连命都豁出去的晚辈，老泪纵横。大门打开了，救命药交到了小燕的手里，孩子最后救活了。可是小燕付出了什么代价？她自己这派的亲戚真的把她从族谱上划掉了，彻底跟她断绝了关系。而对面那一派也没有完全接纳他变成了一个两头都不靠的孤家寡人。但是他的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因为那个笼罩在家族头顶上，靠着嗔恨和辱骂维持了几十年的恶业链条，被他用极其惨烈的代价深深给掐断了。他的小家庭里再也没有了那些恶毒的诅咒，孩子健康平安地长大了。佛法里讲冤亲平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别人把你当仇人，你也把别人当仇人，这个恶缘就永远缠在一起，这叫轮回。只有当你生出大慈悲，不再用嗔恨去回应嗔恨，这个旧账才算两清。小燕看似背叛了家族的规矩，实际上她是7代以来唯一一个把家族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的人。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在你们家的饭桌上，你是不是也常常因为看清了事情的底细，因为不愿意顺着长辈的偏心或者兄弟的贪婪，而成了那个最不合群的人？很多时候，多年前没人提的债务，老人偏心造成的旧恩怨，会在你这一代集中爆发。这不是老天爷在针对你，这是业力在提醒你，旧账不能再拖了。你每次遇到这种事，都会被迫做一个选择，是继续咽下委屈，顺从那些不公平的老规矩，还是哪怕被所有人误解，也要硬起心肠，把错误的事情叫停。你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痛，是因为你被唤醒了。所以千万不要在痛苦里怨天尤人。既然老天爷让你来做这个斩断旧业的人，那么这个庞大的7代业轮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转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你们家的祖先究竟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诸位啊，佛法里讲因果，讲12因缘，它不是一笔糊涂账，它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你们家里今天爆发的所有的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极其严密的7代业轮。咱们现在就来把这个轮子拆开，你对照着看看，你们家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第1代叫做种业，一切的苦都是从一个没有被纠正的错误开始的。可能是100多年前某位长辈贪了一笔不该拿的钱，可能是偏心眼，为了保一个亲戚，把另一个亲戚往死里逼，
第一代人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只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种下了一颗有毒的种子。第二代叫做障业。到了下一代，家里人其实心里清楚这事儿不光彩，或者知道长辈做错了，但是为了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为了保住家族的面子，他们选择把真相死死地捂住，谁也不许提。从这一代开始，错误就变成了全家人共同维护的秘密。第三代叫做习业习，就是照搬模仿。到了孙子这一辈，他们已经不知道当年的完整真相了，他们只看见长辈平时是怎么做人的，于是他们开始模仿那种算计，模仿那种偏心，模仿那种遇到问题就推卸责任的态度，业力就从一件事变成了一种习惯。第四代叫做故业，这一代最可怕，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前面几代的坏习惯已经彻底固化成了家规。比如咱家的钱绝对不能给女儿，家里谁老实就该谁吃亏，长辈不管错成什么样，晚辈哪怕砸锅卖铁也得兜着，错的被当成了对的，荒唐的被当成了传统。第五代叫做扩业，毒素开始向全身蔓延了，原本只是为了争几分地，现在变成了亲兄弟互相下毒手；原本只是一点偏心，现在变成了婆媳之间水火不容，家里的怨气越来越重，家运开始出现明显的破败。第六代叫做熟业，佛法里讲易熟果，也就是因缘果报彻底成熟了。到了这一代，表面上看家里可能还有房子有地，还能吃顿饱饭，但其实底子里已经被怨恨猜疑和还不清的烂账彻底掏空了。这就像个火药桶，引线已经点燃，就差最后一声响。好了，终于等到了第七代，也就是你前面六代人每一代都在问，这个麻烦谁来替我承担？到了你这里，老天爷把这个熟透了的随时要炸的火药桶砰的一声扔到了你面前，所有的矛盾在你身上集中大爆发。这个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份要求你必须结账的剧本，你该怎么结账？你是跟着火药桶一起炸成灰，还是像前面说过的小燕那样豁出一切去把隐性拔掉？为了让你看懂这个转业的玄机，咱们来看看明代的一位千古奇人王阳明。咱们很多人以为王阳明生下来就是圣人，顺风顺水，其实根本不是。王阳明出生的那个家族也是带着极重的共业的，王家世代是读书人，他的父亲还是当朝的状元。在一个世代追求科举功名的家族里，很容易种下什么因？种下对名声、对权力、对官场地位极度执着的因。前几代人小心翼翼地做官，甚至为了迎合朝廷的脸色而委曲求全。这种依赖外部权力、盲目攀附的旧业，在王家传了一代又一代。到了王阳明这一代，这个追逐权力的业力彻底熟透了，而且是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爆发了。那时候的朝廷是太监刘瑾专权，满朝文武要么当缩头乌龟，要么趋炎附势。王阳明心里那点干净的觉知让他受不了这个，他上书说了真话，结果呢，刘瑾大怒，把王阳明扒了裤子，在朝堂上结结实实打了40廷杖，差点当场咽气。这还不算完，刘瑾把他贬到了贵州农场，去做一个连品级都算不上的议臣。不仅如此，刘瑾还派了杀手在半路截杀他。王阳明靠着伪造自己跳水自尽的假象，才勉强捡回一条命，逃到了农场。诸位，你们想一想，当时的农场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偏远的蛮荒之地，
到处是毒蛇猛兽，瘴气瘟疫，当地连一句汉话都听不懂。王阳明一个娇生惯养的状元公子，到了那里没有房子住，没有米下锅，跟着他去的随从全都病倒了，还得靠他自己去砍柴挑水熬药来伺候下人。这就相当于老天爷把他这辈子所有的骄傲、名声家族的庇护在瞬间全部剥夺了。这就是第7代的绝境剧本。在这个时候，王阳明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他想活下去，他想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朝廷，不需要迎合权力，也能让内心安稳，活出个人样的大道。但他心里也有恐惧啊，他最怕的就是自己会像历史上那些被贬谪的官员一样，每天满腹怨气，天天抱怨皇帝瞎了眼，天天抱怨小人当道，最后在无尽的绝望和疾病中死得毫无价值。如果他天天抱怨，天天恨刘瑾，甚至恨自己的家族为什么要让他读书做官，那他就是继续在怨恨和攀附的轮回里打转。他该怎么选？在那个毒虫遍地、极其闷热的深山老林里，王阳明做了一件让常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事。他在山洞里给自己打了一口石棺材，他没日没夜地躺在这个石棺材里，这不是为了寻死，他是在跟自己最深沉的恐惧打一场硬仗。他问自己，如果是一个圣人，处于我今天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他会怎么办？一天夜里，雷雨交加，王阳明躺在石棺里，突然之间他大彻大悟了，他狂奔出山洞，仰天长啸，把随从都吓醒了。他悟到了什么？他悟到了佛法里讲的万法唯心。他突然明白，我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我一直把眼睛盯着外面，我盯着朝廷的圣旨，盯着刘瑾的迫害，盯着恶劣的环境，我以为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决定了我的命运，其实错了。外面的得失荣辱，甚至生死，那都是时代和家族的共业，那是外境，你控制不了。但是你面对这些外境时，心里起什么念头，做什么反应，那是你自己的别业，不需要向外去求任何人的认可。你的心里本来就有一个清清净净、明明白白的良知，只要你守住这个良知，外面就是刀山火海，也烧不回你内心的安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的这个选择，不仅救了他自己，他彻底斩断了那个世代依靠攀附皇权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旧业轮回。他后来创立的新学影响了无数在官场里挣扎迷茫的读书人，他失去了朝堂上的虚名，却用自己从绝境中熬出来的心法成了一代圣贤。咱们把王阳明的故事拉回你今天的饭桌上，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处在绝境里？父母偏心，兄弟逼迫，家里一堆烂摊子，你觉得是环境把你逼死了，你觉得是别人欠了你的。佛法告诉你，你身边的那些亲人，你所处的那个乌烟瘴气的家庭环境，就是你们家的共业，那是前面6代人造下的因，到今天结出的果，那是客观存在的火药桶。但是这把火能不能烧死你，取决于你的别业。如果你跟着家里人一起吵，一起怨，每天骂老天不公，那你就是还在这个7代业轮里跟着转，你是在往那个火药桶里继续添火药。真正的转业者在拿到这个最烂的剧本时，他不会去试图改变前面6代人的过去，他会像王阳明躺进石棺里那样向内看，守住自己心里的底线。他不怨别人，但他会斩钉截铁地停止这种旧业。
在自己身上继续发生，心念一转，外面的工业就再也绑架不了你，这个轮回的齿轮就在你这里咔嗒一下卡住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全家那么多人，有人精明，有人圆滑，老天爷为什么偏偏把这个转运的重任交到了你看似最老实最容易吃亏的人手里？诸位啊，这就是天道最深邃的地方。你要晓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家族的转运人的。一个人要想斩断7代的业力，他必须同时具备3样东西。第一，他得有一双能看穿底细的慧眼，家里其他人只能看见钱，看见面子，看见自己的委屈，只有他能看懂这背后的因果，能看出老规矩里头的毒。第二，他得有一个能撑得大船的肚子，家里人误解他，骂他，占他的便宜，如果他一碰就炸，或者一受委屈就崩溃，那他也干不了这事，他得能咽下常人咽不下的委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得有敢下狠手的胆量，关键时刻哪怕亲人拿孝道压他，拿亲情绑架他，他也敢咬着牙说一句不行，这是到此为止。你看这3样东西，你们家其他人有吗？他们要是有1、2样，家里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老天爷看了一圈，只有你具备这个素质，所以只能选你。但是咱们再往深里想一层，你背着这么重的大山，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你为什么没有被彻底压垮？你为什么还能保持心里的那份善良和清醒？佛法里讲，众生的业力是善恶夹杂的，一个家族能够在一片土地上延续7代，他不可能全都在作恶。前面那6代老祖宗里头，肯定也有人曾经在灾年施过1碗粥，曾经救过1条命，或者曾经为了保护家人隐忍退让过。他们当年种下的那些微弱的善缘和福德去哪儿了？那些精明算计的子孙被贪欲蒙了心，是接不住这些善缘的。老天爷非常公平，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善根，一点福报，全部隔代落到了你的身上。你在前面替家族扛雷的时候，这些善缘就在背后暗暗地拖着你，护着你，让你不至于走向绝路。所以你不仅是来替家族接那个恶账的，你更是来接住祖先留下的最后一点善根，把它重新点亮的。你是这个家族真正的扛鼎之人。既然你是来扛鼎的，老天爷就不会让你轻轻松松的过关。每一个被选中的转运人，在真正扭转家运之前，都必须经历3场极其严酷的大考。为了让大家看明白这3场大考到底怎么考，我给诸位讲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个中年人叫大强，大强今年45岁，是他们那个家族的长子长孙。大强家里的条件一直很窘迫，每个月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但是他们家有一套在城中村的祖屋，这套祖屋背后藏着一笔极重的财债。几十年前，大强的爷爷为了独霸这套大房子，用尽了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硬生生地把自己的亲弟弟，也就是大强的二爷一家，从城里赶回了乡下。爷爷临终前把这套房子的钥匙交给了大强，并且立下规矩，房子绝对不能分给乡下的二爷。到了大强这一代，业力熟了，怎么熟的？城中村要改造，这套祖屋面临着天价的拆迁补偿。大强的几个堂兄弟眼睛都红了，天天围在大强身边，就等着字一签。大家把这笔巨款给分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强在清理阁楼旧物的时候，从一个破墙缝里翻出了一张发黄的字据，那是当年他太爷爷亲笔写的。
但被他爷爷死死藏起来的真实分家字据，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套房子有二爷家一半的产权。这一下大强被架在火上烤了，他太缺钱了，只要把这张纸撕了，他立刻就能全额的拆迁款。他儿子的婚房有了，他自己的晚年也有指望了。可一旦他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把钱分给二爷，他自己的亲兄弟绝对会跟他拼命，他会成为整个家族的公敌。大强把这件事不小心漏了口风，他的亲兄弟们知道后，当天晚上就冲到了大强家里。兄弟们没有动手打他，而是拿出了一个打火机，放在那张发黄的字据旁边。兄弟们跟他说，大哥，这纸留着是个祸害，乡下那个瞎眼的老头子这辈子也不知道有这事，只要你今天点个火把它烧了，不仅没人知道，拆迁款下来，咱们兄弟给你分最大的一份，你要是不烧，咱们这兄弟情分今天就算走到头了。诸位，这就是转业者面临的最狠的选择，一笔巨款触手可及，亲兄弟的和气就在眼前，只要点个火，一切都有了。这火点还是不点？大强看着那个跳动的火苗，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多年前他回乡下时看到的那个瞎眼的二爷。二爷一家住在一个漏雨的破屋子里，几个孙子连学都上不起，穷得叮当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自己爷爷的贪念造成的。大强突然一拍桌子，一把抢过了那个打火机，连同那张字据死死地攥在手里。他红着眼睛对兄弟们说，这钱带着血啊，拿着这种昧心钱是会折寿的，是会报应到咱们孩子身上的。你们不怕，我怕。大强没有烧字据。第二天，他瞒着所有兄弟，自己坐了一趟长途大巴跑到乡下。他把那张字据的复印件和一半的拆迁协议亲手塞到了那个已经双目失明的二爷手里。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巨款被分走了一半。大强的亲兄弟们气疯了，把他告上了法庭，在公堂上破口大骂他吃里扒外。从那以后，大强在这边的家族里彻底被孤立了，老死不相往来。大强自己也实打实地少拿了一大半的钱，但是这少拿的钱却成了二爷一家的救命钱。乡下那几个上不起学的孩子靠着这笔钱念了书，有了出路，两代人的穷根被拔掉了。而大强呢，他虽然背着兄弟们的骂名，虽然日子过得依然不富裕，但是他告诉我，从把字据交出去的那天起，他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心里那么透亮。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睡得极其安稳。诸位，大强用他自己的利益，甚至用他跟亲兄弟决裂的代价，硬生生地还清了祖辈欠下的那笔沉重的财债。这就叫破除贪执。从大强的故事里，你们看懂老天爷给天选转运人安排的那3场大考了吗？第一场考什么？考你扛得住苦。家里的历史遗留问题、烂账矛盾集中出现的时候，你不能一躲了之，你也不能被压垮，你得像大强那样认清这个雷就在你脚底下，你必须亲自排雷。第二场考什么？考你受得住误解。当你想停下家族的恶业，当你拒绝顺从那些不公平、不干净的老规矩时，你的亲人绝对会跳脚，他们会骂你无情，骂你不顾大局。如果你一被指责，就害怕了，就退缩了，又回去和稀泥，那么业力这个轮子就会继续从你身上碾过去。大强受住了被亲兄弟唾弃的代价，所以他转了业。第3场大考是最难的，考你舍得下旧身份，
很多在饭桌上总是牺牲自己的人，心里其实有一种极深的执念，佛法叫做我执。你总觉得自己是全家的救命稻草，你觉得如果没有我，他们就完了。你沉浸在这种伟大牺牲的感动里，但是老天爷要让你明白，有时候你那种没有底线的退让，你那种替别人隐瞒烂账的行为，恰恰是家族恶业继续存在的温床。大强放弃了做一个兄弟们眼中的好大哥，放弃了虚假的家庭和睦，这才真正切断了因果天选。从来就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荣耀，它是一份极其沉重，要求你极其果断的责任。它意味着当同样荒唐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你面前时，你没有资格再装作看不见，你也不能再顺着前人的老路走。你醒得越早，你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就越要如履薄冰。听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可能心里憋着一股气，既然前面几代人这么糊涂，造下这么多的孽，让我今天受这么大的苦，那我干脆跟他们划清界限，我恨他们，我再也不管这个家了，这样总行了吧？如果你真这么想，那我告诉你，你又大错特错了。你虽然看清了家里的烂账，但如果你满怀怨恨地去审判你的父母、你的祖先，你觉得你是截断了因果吗？并没有。佛法讲贪嗔痴死三毒，你带着恨意去切断关系，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把家族里的嗔恨心给接了过来，并且继续往下传。真正的天选之人绝不能把自己的使命变成一场充满怨气的复仇。你真正要斩断的从来都不是你的父母祖先，而是要彻底停止延续他们当年做出的旧选择。要想把这个轮回的齿轮彻底卡死，你必须在现实生活里硬生生地理清三种最难缠的旧债。第一种叫财债，长辈为了面子欠下的款，兄弟之间不公平的财产侵占，那些见不得光的隐瞒，这些看得见的账必须算清。第二种叫口债，家里长辈习惯用来羞辱晚辈的话，挑拨离间的话，动不动就以死相逼的诅咒，到了你这里，你的嘴必须闭严实，绝对不能把这些恶毒的话再用来管教你的下一代。第三种叫情债，这是最难还的。父母对某个孩子的严重偏心，一个人替全家人背锅后留下的冲天怨气，这种债必须要靠分清责任来解开。只有把这三种债理清了，你才算真正撤掉了恶业继续生长的土壤。为了让大家看明白斩断旧债到底需要多大的心力和手段，我给大家讲一段咱们历史上的事。咱们来看看大明朝的一位顶尖人物徐阶。徐阶是明代极其有名的宰相，他隐忍了半辈子，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可以说是一生荣华富贵，最后光荣退休，回到了老家松江。但是徐阶虽然是个清醒的人，他背后的徐氏家族却在巨大的权力诱惑下疯狂地种下了极其可怕的财债和恶因。徐阶退休回家后，他的那几个儿子仗着老爹曾经是宰相的权势，在老家疯狂地兼并土地，老百姓稍微有点还不上的高利贷，徐家儿子就派人去逼债，把人家的良田硬生生抢过来。几年下来，徐家居然霸占了惊人的几十万亩良田，搞得当地民怨沸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诸位你想想看，几十万亩田啊，背后是多少家庭的血泪，这就叫家族的共业。这股庞大的贪婪之气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一旦朝廷查下来，这不是退点钱就能解决的，这是要满门抄斩的死罪。
果不其然，业力成熟了，朝廷派来了一位巡抚，这人恰好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海青天海瑞。海瑞一到江南，矛头直指松江徐家，无数老百姓跑到官府去告状。这一下徐阶被逼到了绝路上，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想保全自己一生的清明，想让家族世世代代安稳享受荣华富贵。他太清楚大明朝的律法和皇帝的手段了，一旦这几十万亩田的黑幕被掀开，徐家就是下一个严嵩，绝对全族灰飞烟灭。徐家的儿子们吓坏了，也嚣张惯了，他们跪在徐阶面前哭求，甚至在家里大骂海瑞不念旧情。儿子们跟徐阶说，爹，您当了那么多年首辅，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您赶紧写封信，动用京城的关系把海瑞赶走，或者随便找个替死鬼把事情压下去，咱们家几十万亩的家业绝不能就这么没了啊！这就是最致命的考验。如果徐阶顺从了儿子们的哀求，写了那封信，动用了权力去掩盖真相，那就是在继续长业和故业。那股贪婪的业力不仅不会停，反而会膨胀到极点，最终引来朝廷最残酷的政治清洗。那一天，徐府的大院里乱作一团，儿子们在吵闹，外面的乡民在击鼓鸣冤。这时满头白发的徐阶没有拿笔写求情信，他一言不发，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到了正堂的太师椅上坐下，然后他做了一个让全族人肝胆俱裂的决定。他命管家和家丁把徐府密室里几十个沉甸甸的大木箱全部抬到了院子中央，当着所有子孙的面，徐阶让人砸开了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徐家这些年巧取豪夺来的田契。徐阶用拐杖指着这些田契，厉声痛骂儿子们，你们以为这是咱们徐家的万年基业吗？你们错了，这就是一道道催命符，是要把咱们全家送上断头台的鬼门关。徐阶没有包庇儿子，他不仅主动配合海瑞的调查，而且极其果断地把非法侵占的数万亩良田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了当地百姓。这还不算完，为了彻底平息这股巨大的民怨和国法之债，徐阶以大义灭亲的决绝，亲手把自己那2个带头贪赃枉法的亲生儿子交给了官府，直接发配充军。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徐家一夜之间失去了庞大的财富，儿子吃了大苦头，徐阶本人也遭到了极大的难堪，甚至差点被牵连下狱。在很多徐家亲戚眼里，徐阶老糊涂了，自己把家族给毁了。可是几年之后，朝廷局势大变，上面开始疯狂清算江南的富豪大族。当年那些跟徐家一样兼并土地，靠和稀泥掩盖罪行的大家族，全部被抄家问斩，一个都没跑掉，唯独徐家。因为徐阶当年那场极其惨烈的断腕求生，提前把脓包挤破了，逃过了一场必然的灭门之灾。徐家散尽了家财，却保住了全族的性命。诸位，从徐阶的故事里，你悟出佛法里那个极其高深的道理了吗？佛法讲发愿还灭，讲易熟果退，什么意思呢？一个恶因，也就是那一颗毒种子，一旦种下去了，谁也拔不出来。你爷爷欠了债，你父亲偏了心，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神仙也改变不了。但是一颗种子要长成参天大树，要结出毒果子，它不仅需要种子，它还需要泥土，需要浇水，需要阳光。这些条件佛法里叫做助缘。徐阶的儿子们贪赃枉法，
这是种下了恶因。如果徐阶动用全力去掩护他们，那就是在给这颗毒种子浇水施肥，最后长出来的果子就是满门抄斩。但是徐阶怎么做的？他认账，他退田，他流放儿子，他把泥土挖走，把水断掉，他用断臂的代价硬生生地把滋养恶果的助缘给撤掉了，因果报应依然在。所以徐家破了财，儿子充了军，但最致命的那个果，因为失去了生存条件，在爆发前化解了。这就是第7代转运人的真正使命。你改变不了过去，你不能替祖宗去抹掉他们干过的荒唐事，但是你能做一件事，也就是当这件荒唐事在你面前重演的时候，你绝不妥协，你绝不给他提供任何继续活下去的条件，哪怕要背上不近人情的骂名，哪怕要在利益上吃眼前亏，你也要把那本瞒了很久的烂账摆在桌面上，一笔一笔的理清。你也要把那个永远让老实人背锅的规矩彻底打破，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今天你心一软，继续和稀泥，明天这场大火就会烧到你儿女的头上。那么既然看懂了这个道理，但是真落到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落到跟那些胡搅蛮缠的亲戚打交道的时候，究竟该怎么下手？你总不能也学徐阶，把家里的亲戚都送去充军吧？今天我就给你交个底，拿出4条最实在的佛门实操办法，你就照着这4件事去做，一定能把你身上的这座因果大山给移开。第一件事，佛法叫关照缘起。你找个没人的时候，拿出一张纸，自己给家族画一张7代业谱。很多老朋友啊，一碰到家里的倒霉事，只会盲目的抱怨，骂老天爷瞎了眼，骂兄弟姐妹没良心。你光在那儿抹眼泪有什么用呢？你连家里的病根到底在哪都没看清。你要找一张白纸，把你爷爷奶奶那一辈，你父母这一辈，哪怕是你叔伯姑舅那一辈，只要是你还能打听到的真事，一笔一笔的写下来。写什么呢？就写他们之间爆发过的最大的金钱烂账是什么，他们最常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反目成仇，家里的老人骂小辈的时候，最常重复的是哪句最恶毒的话，还有每一代人里到底是谁在拼命捞好处，又是哪一个最老实的人被全家逼着做了牺牲。不知道的地方你就留白，千万别凭空瞎编。咱们不是在写小说，你只要把知道的写下来，退后一步仔细一看，你马上就会惊出一身冷汗。你会发现你们家传了几代人的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就是同一个坑，同一条外路。你要记住，画这张图的边界在哪？你不是为了给死去的长辈定罪，更不是为了拿着这张纸去跟亲戚算账，你是为了认准这条贯穿你们家几代人的主线。看看你自己此刻是不是还在顺着这条线往下走，这就叫修智慧，这就叫看破无明。好，看清了病根，接着做第2件事。佛法叫做正见明辨，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认清你在这个烂摊子里到底端的是什么碗，站的是什么位置。很多老朋友心太软，家里一出事，你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掏钱填坑，你总以为自己是在尽孝道，是在为家族做伟大的牺牲。我现在要求你诚诚实实地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到底是在收拾残局解决问题，还是在和稀泥，是在拼命维护那个虚假的表面和气？我给你一个最硬的判断标准，遇到事情你就在心里过一遍。如果我今天为了息事宁人掏了这笔不该掏的钱，
或者咽下了这口不该咽的气，那么10年、20年之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会不会被同样的事情逼上绝路？他们会不会接替我现在的位置，继续给这帮贪得无厌的亲戚当牛做马？如果答案是会，那你就得彻底醒悟了。你现在干的这就不是善事，你这是在造恶业，你是在拿你儿女的未来去填长辈无底洞的贪念，这是愚痴。一旦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个替就业提供条件的位置上，你必须立刻踩刹车，绝不能再往前走半步。这就到了最关键的第3件事，佛法叫持戒止恶。当你再碰到家里那些烂事的时候，你必须硬起心肠做出一次跟前面几代人截然相反的选择。家族的恶业是靠什么延续的？就是靠子孙后代的重复。家运要转，就必须从不再重复这4个字开始。比如你们家前几代人习惯了把债务藏着掖着，死要面子活受罪，那到了你这里，谁来借钱，谁欠了烂账，你一律摆到明面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把账算得清清楚楚。你们家前几代人如果习惯了偏心眼，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那到了你这里分家产担责任，你必须做到绝对的公平，一碗水端平。如果前人习惯了用辱骂和贬低来教育孩子，那你今天就是咬烂了舌头，也必须把那些恶毒的话咽回去，立刻停止口业。诸位要晓得，这一步是最难熬的。为什么难？因为当你做出相反选择的时候，那些习惯了占便宜的亲戚一定会跳着脚骂你，骂你无情，骂你忘本。这个时候你就是把牙咬碎了也得定在原地。你要在心里给自己立规矩，这种带着毒的因果到我这里此路不通。你记住了，你不走老路，不是为了去报复长辈，而是要求自己绝不重新踩回那个旧车辙里去。这就是佛法里讲的持戒不随境转。把这现实里的3件事做完了，把看得见的烂账清掉了，把伤人的嘴闭上了，你基本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由于几十年的因果牵扯，很多恩怨在物质上是还不清的，所以你必须要完成最后一件极其神圣的事，佛法叫发愿回向。你可以在心里或者找个清净的地方，郑重其事地立下你们家这7代人的子业愿。你可以这么念：从我开始，不再隐瞒那些应该说清的真相，不再欠下那些能够偿还的债，不再用羞辱去管教晚辈，不再以孝顺的名义去强迫别人牺牲，不再让一个人为全家承担后果，更不再把心里的怨恨留给下一代。从我这里开始，为家族重新种下善因。你发了这个愿，就是在法界上切断了恶业的相续。发愿之后，你还得在现实里去修福。怎么修？去布施，去护生，去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困苦的人，把你做的这些善事，把你积累下来的福德，在心里默默地回向给你往上数7世的父母和祖先。你告诉他们，他们当年因为糊涂，因为贪念没能停下来的苦，到你这里彻底为止了。你不仅没有怨恨他们，反而用自己积攒的光明照亮了他们未结的因果，把这4件事做踏实了，理清了财债、情债和口债，你们家7代人的这个死结才算是在你手里彻彻底底的解开了。好了，今天这番话说得非常重，也讲得很深。我知道很多老朋友听完心里可能一阵酸一阵热，回头一忙可能又忘了。我再最后啰嗦一遍：第一，你要记住佛法讲共业流转，业力是一条，
代代相传的长链。在生活里，你必须回去查清你们家反复出现的那个大坑，把病根找准，千万别稀里糊涂的让自己和儿女再掉进去。第二，你要记住，佛法讲逆增上缘，你受的痛苦和家人的误解，那是唤醒你的钟。以后在家里遇到同样荒唐的老规矩，哪怕被所有的亲戚误解指责，你也必须咬着牙踩一脚刹车，绝对不能再走前人的老路。第三，你要记住，佛法讲因果自负，光靠磕头回向是不能代替现实还债的。你必须先把现实生活里那些看得见的烂账清掉，把伤人的话停下，立下新规矩，然后再去行善，为老祖宗修福回向。诸位老朋友，老天爷把这座山压在你的身上，是因为你是你们家7代人等来的那个答案。你受过的委屈，流过的眼泪绝没有白流，那是你在替整个家族消业积福。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对你们家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把这个善念转发出去，把这个有益的提醒送给亲友，其实也是在为你自己，为你们全家积福。最后咱们说句透底的话，文字是有极其强大的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着不可思议的能量的。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我不负天命，从我这一代斩断旧业，也可以写愿我家7代救苦，到此为止，后代只承善缘。这绝不是让你随手打几个字，这是让你在此时此刻为你们家的家运种下一个极其坚定的善念。诸位仔细想想，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个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慈悲能量场威力是何等的巨大。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祈福，那股温暖清净的磁场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和你的家人身上，护佑你们全家平平安安，把往后的日子过得踏踏实实，